这周呢，我们就利用上周画好的头像去上色，然后今天我也会跟大家讲解一下一些关于颜色的基本的理论。首先，我们来说一下颜色的饱和度。一般上色的饱和度，我自己啊，尤其是我自己，饱和度都是偏低的。很多人会有一个误解，就是会感觉画面很脏，然后是不是我的饱和度太低了，就会把饱和度调得很高。其实很多时候造成你的颜色画面看起来很脏，是你的饱和度太高了。像你看左边这个是饱和度都很高的，它的受光面、它的固有色还有它的阴影，饱和度全都是很高的，看起来就不舒服。其实你只要把饱和度降下来，它反而看起来就是更好看、更舒服。很多初学者会有一个在调整饱和度，把饱和度提高的时候，就是越鲜艳，你会很下意识的觉得它很抓你的眼球，就会觉得饱和度高一点好看，然后就会一直不停的提高饱和度。可是到最后呢，饱和度会就是过度的提高，反而不好看。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我就要跟大家来讲解一下一个关于颜色饱和度的一个基本的理论。假设我们有一颗红色的球，然后我们用一个白色的主光照射在那颗红色的球上，球的受光面它的饱和度就会降下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我的红色的球覆盖上一层白色的膜，然后我的饱和度就会因此而降下来。我这边有一颗红色的球，先来搞清楚这个概念。一个红色的球，然后我们有一个右上的光源，受光我们用偏白色的光，就是可能蓝白色偏热色调的光。那样的话，我用一个白色的光照射在红色的球上，我的饱和度就会降下来啦。你看，原本我的饱和度是这样的，然后我的受光面的饱和度就变成这样啦。就是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大家能理解这个概念吗？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饱和度会就是有高有低，其实就是因为受到光源的影响而调整它的饱和度高低的。好，那如果换一个角度，我用的是，比方说我有一颗红色的球，那我用的是一个红色的灯光，红色的光源，那样的话，我的饱和度就不会降低啦。所以当我们在决定我们上色的时候，我的受光面的饱和度应该要保持一样的饱和度，或者是提高一点饱和度，或者是降低饱和度，其实就是受到光源的颜色影响。好，那我让大家看一看我的画，我的作品。好，你看我的受光面几乎都是接近灰色，就是饱和度是非常非常低的，然后只有它的固有色的部分、中间调的部分或者是阴影的部分，饱和度会稍微有一点点饱和度。那我的受光面其实饱和度都是偏低的，就几乎已经是到灰色的。为什么？因为我用的是一个白色的光源。然后，如果我把整个角色呢都用这种灰色去处理的话，它就会不好看，它可能就会觉得画面就很无聊。所以我习惯的会在一些局部的位置加一些饱和度比较高的颜色，比方说纯色，或者是我可以加一个腮红、化妆的颜色，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设计的颜色，所以就是画面看起来就不会那么单调。好，比方说我再看一个另外一张饱和度看起来比较鲜艳的，这张看起来就会比较鲜艳的吧。可是你看我的受光面其实饱和度也是很低的，就是已经也是接近灰色的一个状态，白色灰色的一个状态。啊，只有就是这些阴影的部位饱和度会比较高一些，那些局部的颜色。好，所以大家只要记得饱和度的高低的变化，就是取决于你的灯光的颜色而决定的。好，另外一个会影响饱和度的呢是环境也会影响饱和度，就是比方说把这颗红色的球放在一个蓝色的环境里面，这个时候呢，然后我用的是一个偏红色的灯光，这个时候就相反了，我的阴影的饱和度就会降低，我的高光的饱和度就会保持不变。
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阴影其实是受到环境的颜色影响的。这个可能比较复杂一些。比方说，我有一个蓝色的环境，然后我把一个红色的球放在蓝色的环境里面，然后我再用一个红色的光源去照射，那我的受光面就会是这样。那我的阴影呢，会受到蓝色的影响，就是它会变成这样暗一些，然后偏蓝色一些，它就会变成这样，可以再暗一些。好，所以这个时候呢，阴影的饱和度就会降低，然后受光面的饱和度就会提高。所以大家可以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原本我的色条在红色，然后我说蓝色的环境，为什么不直接拉到蓝色？我直接拉到蓝色的话，我的球的阴影就变成蓝色啦。可是它毕竟它还是一个红色的固有色嘛，所以大家可以想象，红色加蓝色环境色的话，那它会变成什么颜色？它就会稍微有点变成紫色啦。到底要拉多少呢？就要看你的环境色的亮度有多少，还有它的鲜艳度是多少。比方说，我是一个我的蓝色的环境是比较亮的，那我的阴影的颜色可能就要再往蓝色的部分多一点啦，那就变成这样，就可能更接近紫色一些。所以这个就是光影和饱和度之间的关系，就是为什么饱和度会高和低，其实就是受到我们的光的颜色的影响。主光源也是一个光的颜色，那环境的光也是另外一个光的颜色。比方说，我在做另外一个设定，大家就可能能理解了。那如果我的环境是黑色的，那我放了一颗红色的球，好，然后我有一个我的受光的颜色是偏白色的，然后饱和度就降低啦。然后那我的阴影就会变得很暗很暗，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周围并没有环境光，就是来自周围比较微弱的灯光。那如果我的球是处在一个黑色完全没有漫反射光源的，我的球的阴影就会变得很暗，就会变成这样。像如果我们在画一般这样子的情况，就是一个角色或者一个物体，在一个很暗的环境底下的话，我会再设定一个环境光给它。比方说，我可以加一个蜡烛，这边会有一个很微弱的火光，那样的话，我的阴影就会受到这个火光的影响，这里就会出现一个微弱的橘色的光啦。所以大家可能就是我们今天画头像不会有用到涉及这些太过复杂的理论，可是我觉得既然上到色彩的课，我还是有必要先大家搞清楚这个概念。所以记得大家下次画头像的时候，你的饱和度的变化，记得就是它是受到你们光源的颜色的影响而改变的啦。所以大家一定要先懂这个基础的概念。这个是一个很基础的理论，大家一定要知道。像我上周不是有演示画的那个树图嘛，就这个嘛。我在画这张图的时候，我选择每一个颜色，其实都跟我刚刚说的理论是有关系的。就是你看我的腿的部分，它会受到来自地面这个橘色的反射光影响，然后我用的是一个比较偏白色的光源嘛，那我的受光面颜色的饱和度就降的比较低。所以就是这个颜色的基础，大家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搞清楚，因为它对我们画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上色和打光的时候。像我在画头像的时候，一般上我怎么去决定我的饱和度？就是我的受光的部分，受光面我的饱和度就是比较偏低的，因为我喜欢用偏
冷色调，就是白色或者是白蓝色的光源。所以一般上所有物体受到这些光源的照射，它的饱和度都会降低，所以我的皮肤的饱和度就也跟着降低啦。然后再来就是饱和度偏中的，当然也不是到我所说的中饱和度，并不是在这个位置的，只不过就是在这个画面里面，比方说我的受光面的饱和度是这样嘛，那我的阴影的饱和度可能就稍微高一点点而已。然后并不是说到中间这个位置，大家要搞清楚这个概念，只是在我这个头像里面，饱和度偏中的是在阴影的部位，那饱和度偏高的呢，就会出现在脸颊啦、鼻尖啦，还有嘴唇这些地方。我们的肤色并不是一样的嘛，像一些嘴唇，然后我们的脸颊，它会透出那个红润的颜色，然后鼻子也会透出一些红润的颜色，这些位置呢，就饱和度都会偏高的。所以我在画头像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些位置的饱和度稍微提高一些啦。当然我所说的提高，也不是到这个位置那么高，就是还是保持在这个区域而已，就不会超过这个区域。那接下来饱和度我们说完了，下一个就是冷暖色。除了饱和度之外，冷暖色的搭配也非常重要。像我自己在配色的时候呢，都会考虑冷暖色的搭配。像你看我左边这张，我的衣服我设定是黄色的，那一些衣服的衣领的部分，还有一些衣服上的花纹，我就会用一些冷色调，像绿色啦，还有紫色，所以我的衣服就有了冷暖色的一个搭配。这件也是，就是用了一个粉色和蓝色，这件也是，所以一般上我在设计我的颜色的时候，都会考虑到冷暖色的搭配。像比方说我的另外一个系列。好，我这里有了冷色调护，然后这个是暖色系的哇，这也是暖色系的，然后我这边是冷色系的，然后这里会有暖色系的，头发也是一样，有冷色系的，然后有暖色系的，所以一般上我在设计颜色的时候，我都会考虑冷暖色的搭配，除了固有色的那个冷暖色的搭配之外，我也会考虑到光源的颜色。比方说，你看我的整个大环境，就是在这个框里面的大环境，我用的是一个暖色系的一个色调，我用的是红色嘛。然后，那我在它的那个角色的主光源上，我用的是这个灯光，就是这个油灯的灯光是偏橘色的嘛，所以这个也是暖色系。好，这个时候呢，如果我把它的那个漫反射的灯光也设计成是暖色系的话，那我整个画面就没有冷暖色的搭配了。虽然我的固有色有，可是我的氛围没有，所以我就会把外面这边，就是这个外面的这个环境用了一个冷色系的，看我的阴影的颜色其实是有，大家可以注意到它是有一层蓝绿色的膜，就是它可能变成紫色了。那所以这样子的话，我的氛围也会有冷暖色的搭配。所以这个是更深入的东西啦。既然说到的话，我就额外的跟大家分享。好，另外一张，那我整个就是冷色调的嘛，冷色调的，我的环境什么的都是冷色调的。那我的衣服呢，我就会把它设计成是暖色调的啦，就是暖色调的。然后我的皮肤呢，因为一般这样皮肤的肤色都是偏橘红色嘛，所以皮肤的固有色也是暖色调的。所以为什么我经常会习惯把我的主要光源的颜色，我都喜欢用冷色调的原因，就是为了要有一个冷暖色的搭配的感觉。所以我在打光的时候，光源会影响到我们的饱和度的高低。那我在构图，我在设定一张图，我在打光的时候，我就会考虑光源的颜色、环境的颜色，然后应该怎么样去搭配这个角色身上穿的衣服，然后包括他的肤色，还包括他的配件，还包括他这个环境的其他角色、其他物体，
怎样才能呈现出一个好看的冷暖色的搭配啊？这个是更深入的东西啦。好，总之回到冷暖色，就是大家在选择颜色的时候，记得要有考虑到冷暖色的搭配就可以了。像比方说，虽然我只画一个简单的头像，可是我也会考虑冷暖色的搭配。像我有一头红色的头发，然后有红色的化妆，那我就会把眼睛就瞳孔设定为冷色调的啦。当然这个不是强制性的，如果这个角色的属性是像那个地狱拿台这样，那它应该所有东西都是偏红色，就是暖色调。所以不是强制说每一个角色每一样东西都必须得有冷暖色的搭配，也要看情况。可是有冷暖色的搭配呢，它会产生出一个比较好看的颜色组合。